Hello， 大家好啊！开始前提醒一下，如果您喜欢我的影片，请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一旦提及郑和下西洋，中国人往往会觉得这是一件引以为傲的事情。早于欧洲大航海时代开始以前，大明皇帝朱棣就指派太监郑和带领庞大的船队，七次对南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区展开探索。郑和的海上之旅的名单上有一个小国，名为马六甲苏丹国，它位于今天的马来西亚的马六甲中央线，扼守着阿拉伯、印度、东南亚航线的咽喉位置。这里以优越的地理位置吸引了暹罗、马尼拉的商人驻扎并从事商业活动，一些华人也在这里落地生根。郑和带领船队来到马六甲苏丹国，苏丹很是兴奋。除了郑和送来的贵重礼物，苏丹更是看上了他的军队以及大明的政治影响力，以摆脱当时暹罗对他的控制。双方一拍即合，苏丹派遣使者跟随郑和到大明去，作为郑和下西洋的成果之一，跟各国使者一道给朱棣拍马屁。朱棣相当册封为藩属国。从大明的角度去理解的话，马六甲名义上成了大明的小弟，只不过所谓的藩属关系不过是一纸承诺。熟悉国际关系的朋友都知道，当小弟有难的时候，大哥未必会帮忙。事实上，大明也好，大清也好，朝鲜以外的国家，中国大地上的中央政权几乎不会对藩属国派兵协防。今天中国貌似看中的琉球王国及其附属岛屿的钓鱼岛，当年被日本灭国之后，大清也仅仅是严正声明，然后就没有然后。后来马六甲苏丹国的命运也正好印证了这一点。作为面子工程的下西洋活动，在郑和去世以后便终止了。建立朝贡体系的政治任务已经完成，皇帝需要的荣誉感已经得到满足，对财政构成重大压力的下西洋运动也就没有了存在的必要。大明的藩属国马六甲苏丹国接下来要迎接的是来自西方的客人。数十年后，葡萄牙人绕过好望角，经过印度洋，占领印度西海岸的贸易重镇果阿。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马六甲。1509年，葡萄牙人塞戈拉率领船队到达了马六甲，提出签订贸易及驻军协议的请求。马六甲苏丹国信奉伊斯兰教，苏丹的下属认为异教徒葡萄牙人肯定不怀好意，说服苏丹消灭他们。新任苏丹打算在夜里偷袭葡萄牙人，塞戈拉提前察觉了苗头不对，丢下其中2条船，而几十个葡萄牙人慌忙跑路。葡萄牙人当然不会就这样放弃。3年后的1511年，阿方索率领1200人、16条船组成的船队，再次从果阿来到马六甲。他们再次向马六甲提出建立军事要塞的请求，苏丹拒绝，他们便向马六甲发起攻击。葡萄牙人仅用了几十天的时间就击溃了马六甲的军事力量，迫使王室成员逃离首都。塞戈拉和阿方索都是葡萄牙印度公司的成员，这是一家葡萄牙国王授权的海外拓展机构，做的是殖民贸易的生意，是半军事化的商团。他们的主要运作模式是在当地建立根据地堡垒，勾结跟他们友好的当地的土著，压制反对声音，在殖民地展开资源掠夺和海上贸易活动。至今我们仍可在马来西亚看到他们堡垒的遗址。阿方索在马六甲商人口中了解到了大明的存在，他们想到这很有可能就是马可波罗的书上提到的契丹。他向葡萄牙国王汇报，国王对这个神秘的东方国度很感兴趣，命令他一定要查清楚大明的实际情况。1516年，阿方索派拉斐尔乘着马来亚商队的船来到广州。在广州，拉斐尔买到了一些商品，并做了一份报告书，里面详细描述了广州的状况和前往广州贸易的商业潜力。这份报告书打动了马六甲的一位葡萄牙裔药剂师，他憧憬着有一天能来到这个传说中的国度。接下来让我们回到大明，来看看朝贡这个有大明特色的一带一路工程。首先我们需要理解的是，大明王朝存在着3股势力：皇帝、官员和商人。在大明的早期，皇帝拥有绝对的权力，国进民退，这体现在外貌上。
就是海禁政策。大明建国以来，也许是因为元末泉州伊斯兰动乱，开国皇帝朱元璋多次下旨严禁民间与海外人员贸易，如洪武4年禁止沿海臣民私自出海，承办做外贸的福建官员；洪武14年禁止沿海臣民私通外国；洪武23年户部禁止大明货币、货物、武器出海，严惩收受贿赂放行的官员；洪武27年禁止民间私自使用国外货物。朱元璋甚至强制海岛居民迁居陆地，并裁撤公治区域的行政机构，这样政府失去对沿海小岛的管控，让这些无人岛成了海盗的基地。细心的观众应该会发现，这些法令在数十年间持续颁布，可见走私贸易一直是禁而不止，且官商勾结参与。在大明民众眼里，政府的强制内迁让他们失去了谋生手段，他们为了生存，就只能选择铤而走险，成为易商易盗的海商。那官员为何又热衷于参与走私呢？我们先看看今天的主题：朝贡。朝贡简单概括，就是国外商人以使者的名义向大明皇帝进贡礼品。一般来说，朝贡国都是比大明要小得多的小国。那么按照一般人的理解，应该是朝贡国向大明进贡大礼品包，大明向他们回个小礼品，或者请吃顿饭意思一下，然后给他们一个封号，又或者在字面上保证一下会保护他们的权利。总之，上位国家是不应该在这层关系上吃亏才对。但事实刚好相反，朝贡完全不考虑盈利，比起傀儡的价值，甚至是整个活动的操办成本，贡品的收益往往是9牛1毛。朝贡在大明一直就是亏本的面子工程。朝贡系统的目的其实是为了对周边国家输出大明所谓的礼的秩序。在这套话语系统里，大明天子至高无上，而朝贡的目的就是要满足皇帝的面子需要。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大明制定了一整套的游戏规则，里面指定了专职机构、协同机构、流程、礼仪细节等等。朝廷在宁波、泉州、广州3地设立市舶司，市舶司下设驿站，这些驿站免费为进贡使者提供食宿。宁波的叫做安远驿，泉州的叫做来远驿，广州的叫做怀远驿，一概带安抚怀柔之意。朝贡国也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来朝贡，政策将朝贡国分为3年一次和1年一次2类国家。来朝贡的大使需要先提交贡品清单给驿站登记，不同种类的朝贡品应该转交到哪个部门处理，需要何人交接，都有详细的规定。这个操作过程称之为勘合，所以在日本，朝贡也被称作勘合贸易。然后使者们需要穿着自己的国服去朝见天子，如果有大明赏赐的朝服，就穿朝服。朝见仪式先到奉天殿对天子行8拜礼，再到文华殿对皇太子行4拜礼，还要拜见其他亲王。宴会上的座次也有严格规定。整个朝贡活动结束后，使者们才可以回到各地的驿站，在驿站所在的城市做生意。对的，这些所谓的使者其实大多就是商人，他们以进贡的名义来到大明做生意，然而他们也仅有几天的时间，在指定的地点做交易，交易的品种也有限制。别以为只有军火这类危险品不能买卖，就连史书、中药材，甚至是纺织品都被禁止交易。为了壮大朝贡活动的声势，朱棣大扫地，组织庞大的船队，穿梭于东南亚与印度洋之间。船队就是皇城，在船上的太监代表的就是那位远在大明的皇帝。登上帆船的那些国王，先在帆船上做一次参拜，再派出使者跟着船队到大明朝贡。负责朝贡工作的市舶司要员都是由太监担任，他们是皇权的直接代言人，由皇帝操控，而不需要通过中央官员管理。太监的市舶司又需要当地的官员体系配合，完成朝贡程序，并从中获取私利，而地方官员
及海防官兵权衡并不高的工资与极高的贪腐收入后，自然会倾向于后者。此外，朝贡贸易的有限时间、有限市场等限制，并不符合自由经济的规律，更不用说那些没有获得朝贡资格的外商的贸易需求。于是，在醉心于朝贡游戏的皇帝的眼皮底下，士博士、地方官员、本土商人以及外商一起构成了一个利益同盟，一起开展走私活动。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奇怪现象：看似国进民退的大明，在朝贡过程中出现了严重亏损，又在非官方允许的对外贸易中收不到税金。在大明王朝的初期，福建、广东的沿海，由于政府的清退政策，存在大量无人居住的荒废海滩，居民要偷渡出海并不算困难。一些日子过不下去的大明子民，就偷渡到菲律宾、马来亚，在那边打工赚钱，发家后在当地和大明间往返贸易。我们博大精深的中文里有一个词义师，在中国古代，当官的，尤其是底层官员，通常只有一个目标，求财。大明的海防官员也有着同样的追求，只要这些做生意人能够义师，天下就没有难做的生意。甚至最晚在1487年以后，只有胆大的大明富商乘坐大船到海外做贸易，只要你肯给点意思，一切都好说。这些走私行为，政府当然收不到税金，事实上也没有这项税金，倒是相关部门的官员私下赚得盆满钵满。另一方面，明朝中叶以来，大明进贡的外国使者逐渐减少，毕竟这么多年都不打广告了，一带一路的影响力当然是大不如前。这样一方面影响了皇帝的日常生活，一些外国商品，譬如龙涎香就开始匮乏了。另一方面，走私利益链里的官员的实际收入也受到了影响。官员们无论是为了 KPI 还是自己的小金库，都有变通的动力。如成化年间，广东司伯太监韦劝就直接做了大量有历史资料记载的违背祖训的行为。成化22年，外商玛丽麻假冒苏门答腊使者来贡，韦劝说怕死。同年，一名自称来自撒马尔罕的贡使从海路回国，韦劝说怕死。同治2年，又有自称撒马尔罕王国阿安麻黑的使者经满内加进贡狮子、鹦鹉等动物，韦劝说怕死。这撒马尔罕在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按理说走陆路就能到北京，为啥要绕个大圈坐船到广州呢？而且狮子、鹦鹉更像是非洲地区的动物吧。韦劝甚至有侵吞天方国进贡物品、赶跑进贡者的这种操作。这人如此嚣张，难道就没有人能管一下吗？从历史记载来看，还真没有。当时的番禺知县高尧曾处理他私通外商的问题，并将他的部分收入充公，但韦劝非但没有因此而被撤职，还反手一个诬告，把高尧贬至到永州。韦劝在广州横行多年，在东山附近捐建了一座寺庙永泰寺。他被降职后死在北京，居然还能回状自己捐钱修建的寺庙，证明他在广州本地的裙带关系十分密切。之所以有这种怪象，和大明的财政问题也有很大的关系。大明的中后期，社会上出现各种各样的逃税行为，而这些逃税者往往还是那些士大夫以及滚地官员，就连负责收税的户部自己都 hold 不住，税收不上，就会影响到官员们的收入。海防军官的俸禄甚至出现拖欠而不发的现象。朝廷眼看户部收不上税，就放开其他部门的收税权利。能收到税金的部门可以按业绩将一部分的钱放进自己的口袋。新政颁布后，广东的提督和司伯太监们都很乐意解决朝廷的燃眉之急。到了正德年间，正德帝干脆为广州开一个广中势力。历史学者大多对正德帝的评价很差，但如果我们仔细研读历史材料，就会发现他可能是一位思想开明、敢于创新的皇帝。正德帝可以看着宫里的大火依然笑呵呵，
也曾尝试最大限度减免他的造反亲戚的惩罚，更是大明第一个学习外语的皇帝。他敢于违背祖制，开创抽层次的海关关税制度。正德4年，正德帝接受官员的建议，允许广州开始对外国船只的货物抽3/10的税款，船舶抽分制度自此决定，也因此广州成为了明朝第一个经济特区，官方允许外商在这里做交易。在这个背景下，我们这个专题的主角13行也在历史记载中正式登上舞台。关于13行名称的由来，有2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广州从中府有13个州县，对应在广州有13个商行，售卖当地货物，广州人习惯称之为13行。另外一种说法是，闽南地区习惯性的将从事对外贸易的商号称为13行，与福建的粤港、台湾的新北都有名为13行的商品交易区。广州在明清时期有大量的闽商，所以就将13行的称谓带了过去。本人更倾向于第二种说法。明代的13行位置大概应该在南关，大致约在义德路与解放路附近。在13行区域从事对外贸易的商人通常被称作牙商，地位约等于今天的外贸公司。他们给官府议事，获得正式或非正式的旗商许可，与外商展开贸易活动。就这样，一个以中华大地政权为主导，以广州为根据地，官方承认的对外商贸系统，就在历史的因缘际会中形成了。某年，几艘从马六甲开过来帆船，搭载着一帮葡萄牙人来到大明帝国，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最终将客死异乡。那这帮葡萄牙人将要经历什么样的磨难呢？